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西餐当中经常会用到，然后大家好像又不是非常熟悉的一些香料或者说香草吧。这几样东西可以说在中餐里面我觉得应该很少用到，但是在西餐特别是在法餐里面或者说意大利餐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香料。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超市里面都见过它们，但很少会有人专门把它买回家来做菜。这里面可能比较常见一点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百里香，然后跟迷迭香，因为周杰伦有一首歌叫《迷迭香》嘛。首先介绍一下这些都叫什么名字吧。好，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从我左手边开始。那么现在我拿在手上的呢，这个就是百里香，然后学名呢也叫麝香草。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味道是不是跟麝香很接近，所以叫麝香草，但是它的味道的确是很有辨识度。它的味道呢，应该说是香腥味很重，然后是比较悠长。我个人觉得它是很清新的一个味道，所以它在搭配一些肉类，或者是禽类的烹调的时候非常常见。我个人在做牛排的时候有2种香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百里香，另一个呢就是迷迭香。迷迭香跟百里香搭配在一起，通常它的味道是非常丰富，而且是很厚重的。通常在烤鸡啊、牛排，甚至于烤羊排的时候，我觉得迷迭香都是一个很万能的搭配。那第二种呢，英文叫做 oregano， 中文里面叫做牛至。这个香料我觉得应该在日常的烹饪当中用的比较少。那么牛至呢，你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香甜的花香味儿，在意大利餐的使用是非常非常普遍、很常见的。通常会被撕成这个很小的叶子，然后装饰在披萨上面。就因为它的味道相对来说，比起其他香料相对温和，而且它有一股比较香甜的气息，所以搭配意式里面比较酸甜的番茄类的酱汁，它都非常的合适。那么第3种香料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 sage， 中文名字叫做鼠尾草。然后它的叶片其实非常有特色，是灰绿色的，而且表面呢有很多粗糙的小凸起。sage 的味道呢，可以说也是很有辨识度，比起迷迭香或者是百里香来说，它的味道相对温和一些。Sage 在烤鸡当中可以说是很常见的，通常在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你会有烤鸡或者烤火鸡的大餐，它会作为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香料塞到鸡的肚子里。Sage 也是一个意大利餐当中使用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一个香料，在很多的肉类的烹调里面，特别是禽类的烹调里面。鼠尾草的用量也是很多的。那这个就是大家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且我买到的这个迷迭香长得非常之粗壮，你看它很长，它通常来说是个多年生的一个木本植物。迷迭香的香味呢是很浓烈、很悠长、很深沉的味道，我认为有一点点松香味儿，然后它非常非常适合在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肉类的烹调当中。如果煎牛排，我觉得迷迭香应该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浓烈呢，所以它的用量其实是需要好好把握的。迷迭香是一个需要油脂来激发它的味道，因为它的很多的香味物质其实是油溶性的，所以在意大利餐当中你也会看到，很多时候厨师是会把它浸泡在加热过的橄榄油里，或者是跟一些油脂很丰富的禽类啊或者是肉类搭配的时候使用。好，那我们介绍最后一个，这个我买到的这个香料呢，它的不是非常新鲜，看起来就跟野草没什么区别，但是它实际上是在法餐当中可以说称之是香草之王。这个中文名字叫做龙蒿，听起来非常非常霸气，很上档次。英文名字呢叫做 tarragon。目前为止只在法餐的烹饪当中用到过它，中餐里面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用到过龙蒿。龙蒿的味道呢可以说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几种香料里面最为特殊的，因为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类似于薄荷，但是又有一点点茴香味道的一种香草。我不知道这样描述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叶片相对来说比较细长，偶尔还会开出这样子
黄色的小花，很有意思的香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使用龙蒿的时候，通常你的这个料汁呢，它里面都会有酸味物质的搭配，譬如说你可能用一些柑橘类的果汁或者是醋。常见的西餐烹饪当中，龙蒿呢是会跟海鲜经常搭配在一起使用。法餐界当中，甚至有很多厨师会觉得，如果这一个餐厅里面没有龙蒿，作为这个香料储备，那么这个餐厅的备货一定是不合格的。好，就是这样。请问这5种香料中，你最喜欢哪一种呢？我觉得我最经常用到的香料可能就是百里香跟迷迭香。如果我要煎牛排或者做烤羊排的话，我觉得这2个香料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迷迭香跟百里香就好像是孜然和羊肉这样，就是他们是一对好朋友。在以后的视频里面，我可以慢慢给大家介绍如何使用这些西餐当中的香料，把这个食物的味道体现得更有意思。